看过《西游记》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观音菩萨是如来座下的4大菩萨之一。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事儿，也是观音接了佛旨一手安排的。可是，在取经路上，大家就发现了观音的道场是在南海普陀山，猴子去搬救兵也是去的南海。试问，观音菩萨身为西天4大菩萨之一，为何他的道场不在灵山，反而却在南海普陀山呢？原来是观音菩萨不忍百姓受苦，飞升当日跟佛祖请愿，想要留在凡间度化世人。观音这日变成村妇，来到了一家黑店，而黑心的店主夫妇居然盯上了观音身上的宝镜。有了这面铜镜，不等于有了一棵摇钱树吗？原来这个宝镜不仅能照出人心善恶，还能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。没想到村民们看到自己的来世，竟全都是些畜生，这些让他们感到非常恐惧，因为他们下辈子还想继续做人。如果你真想再做人，恐怕只有去问观音了。观音，于是便到处寻找观音，寻求指点。为了得到宝镜，两人决定给观音下毒谋害他。没想到观音不走寻常路，他表示我们家乡有个规矩，喝茶的要和倒茶的一起喝。为了宝镜，老板娘只好坐下与他共饮了茶水。可老板娘没想到这药效发作的太慢，刚要招呼他住店，观音却收拾东西要走人。老板娘连忙拦住他，说天色已晚，你一个姑娘家的多不安全，还是让我送送你吧。两人一路走到了小树林，途中观音假装中毒晕倒，老板娘正要去拿宝镜的时候，自己也因毒发倒下了。丈夫急忙赶来，却只顾着找宝镜，全然不顾老板娘的安危。而就在这时，晕倒的老板娘居然突然站了起来，还产生了幻觉，感觉自己正被大火烧。我出不去，烧死我了！不一会儿功夫，老板娘就毒发身亡了。可这时丈夫却说了一句：也好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有了这宝镜，还愁娶不到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吗？贾三收起宝镜，正准备离开，怎料此时背后却有个声音叫住了他。他惊奇地发现女人居然还醒着。正当他还在纳闷的时候，女人突然换了身装扮，告诉他：我乃观世音菩萨，你这谋财害命、伤天害理之人，看来毫无悔改之心。现在就让你看看自己的下场。观音话音刚落，贾三就看见林中扑来一众恶鬼，原来这正是那些曾经被他害死的旅客。贾三一边跑一边甩锅给他媳妇儿，不料一个转身，贾三就瞅见了自己的媳妇儿的鬼魂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。最后贾三就这么被活活吓死了。村民们赶到小树林，看到了观音显灵，纷纷上前跪拜，请求菩萨为他们指点迷津，来世怎样还能继续做人。观音说，若想来世继续为人，今世就要去除邪念，多做好事，多点赞，这样来世就会有个好结果。接着就让他们建造庙宇，供奉佛祖，待到你们心诚之后，我再来点化你们。3个月后，被观音点化过的书生果然高中了状元。当年观世音下凡到中原落地的石洞，人们把它改名为观音洞，保存至今。当年在石洞前受观音点化的土匪们，用菩萨赐予的念珠化作出来的木材，塑造出了一尊观音像，供奉于慈云寺内。从此中原一带百姓笃信佛法，民风随之醇厚清正。这日观音正在普陀山打坐，可却突然间听到人间有苦难之人在跟他求救。老天爷呀，你怎么就不开眼呢？于是观音便带着善财龙女前往，到了以后就看到一个老太婆正要上吊，观音连忙施法割断绳索，将她给救了下来，并问她为何会想不开，要自寻短见呢？老太婆告诉他，这几年天下大旱，百姓颗粒无收，都活不下去了。我儿子和儿媳也全都饿死了，只留下小孙女与他相依为命。可就在刚刚，小孙女却被那张员外以抵租为名给抢走了。如今只剩下我老婆子一人了，还活着干啥呀？观音说，你的孙女我可以帮忙救，你只需在家安心等候。观音还担心她没什么吃的，于是一抬手，另一边张员外家饭桌上的馒头竟然慢慢消失，随后就出现在了观音的手上。善财将馒头拿给老太婆，老太婆拿着馒头有些不敢置信，还以为是在做梦，
随后，观音带着徒弟变成商人模样来到城里。城里的张员外一边低价收购老百姓的东西，一边在高价叫卖粮食，因此赚了不少黑心钱。观音化成的商人就劝他说：“不要把粮食的价格抬得太高了，哪有1升米卖2两白银的道理？”张员外却说：“我卖我自己的米，关你什么事？嫌贵你就别来买。”见他不听劝，观音便想到了个好法子治他，于是就说：“我不信你这么贵的米能卖得出去，我看你连1天都坚持不了。”张员外说：“别说1天，我非要卖上他7天不可。”观音故意给他下套，如今大旱颗粒无收，你哪来那么多的米拿出来卖呀？张员外说：“这你不用管，只要你有钱，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。”观音说：“你这口说无凭的，除非有个当官的出来作证，要不然谁信你啊？”张员外十分的狂妄，当场就让手下去请县太爷。观音假装害怕，假意要离开，张员外赶忙拦住他，说：“县大人一到，你我之争可就成了官司。”观音见张员外已经上钩，就对着2个徒弟隔空传音，命善财龙女速去布施银两，让穷苦百姓前来买米。片刻之后，县太爷就来到了现场。观音问道：“要是输了该怎么罚呢？”张员外抢在前头说：“输了必须得是倾家荡产。”随即又问观音有多少家产。观音说：“我没多少财力，只有祖传宝物1件。”然后从袖中拿出一个紫金瓶。县太爷和张员外看得2眼发光，大呼：“这可真是件无价之宝啊！”张员外随即就用全部家产作为赌注，双方以7日为限，还签订了协议为证，官府也在上面盖了大印，2人的赌约就此展开。而另一边，善财和龙女正在赶往各个路口，给百姓们布施银两去买米。张员外得知后有些着急了，没想到碰到个这么有钱的主，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第5天，没想到周边县城的百姓也跑来了，照这么下去7天肯定是撑不下去，于是只好让管家去买别人囤的米，宁愿出双倍的价也要保住家产。有不少人都在等着看张员外的笑话，直接把米价给他涨了10倍。没办法，他只好跑去找县太爷帮忙，请他派兵拦住各个路口，没有健康码的一律不准进。可张员外没想到，城外的百姓是拦住了，但是他派出去运米的家丁也被拦在了城外。这下张员外的家产真的保不住了，有画押字据，还有县太爷亲自作证，张员外输的那叫一个彻底。他只好带着家眷搬回老家，而老太婆的孙女也被观音解救。随后观音宣布，这宅子凡是无房居住的都可以搬进来住，财产大家各取所需，都拿回去用吧。一时间百姓一拥而上，把张员外的家产分了个精光。而这时粮商纷纷找上了门，对着张员外就是一顿揍。原来张员外拿的卖米得来的银子，再出去买粮商们的米，结果这些银子最后全都变成了石头。张员外这才反应过来是被骗了，于是县太爷将观音带到了公堂对质。善财龙女毫不隐瞒，直接说就是我们把石头变成的银子。县太爷大怒，当即就要打他们30大板。观音站出来说：“大人，您可千万别打错了人呐！”县太爷很有信心，当即对2人开始用刑。可没想到板子打在善财龙女的身上，疼的却是张员外和那些粮商们。正当县太爷还在纳闷的时候，突然3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回头一看，3人站在公堂之上，随后慢慢显出真身。众人见状，连忙跪下求神仙饶命。观音斥责了县太爷和这些无良商家，表示银子其实就是石头，你把它看得贵重，它就贵重，贵重的甚至超过了德性。观音对他们进行了点化过后，便消失不见了。外面的百姓们纷纷跪地朝拜。观音为百姓们降下来了久违的甘霖，然后又指向五台山的方向说：“如若你们有何心愿，可到那里寻找。”观音菩萨走后，当地百姓为了感恩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便在观音所指的地方，在五台山上建造了显通寺，为观世音菩萨塑造了金身，以供世人膜拜。观音在返回的途中看到了一个大善人，他不仅救下了一个要跳水的妇人，还把身上仅有的碎银都给了他，随后还对着妇人进行了一番开导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也要咬牙挺住，绝处往往逢生，
人生受点磨难算不了什么。经过男人的激励，成功让夫人放弃了轻生的念头。男人回到家，让娘子做饭，可妻子却告诉他家中已经没了米粮。男人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把钱全都给了那个遭难的妇人。妻子说：“你怎么如此糊涂？救人是好，但自己也得活呀！现在咱们吃不上饭，谁来救济咱们呢？”男人说：“当初救人心切，却把自己家给忘了。好在家中还有3升黄豆，先过了今日，明日再做打算吧。”而恰好此时，隔壁的老大爷前来借粮。男人表示自己实在没钱接济了，没想到这老大爷竟然以死相逼。男人无奈，只好又把黄豆倒了一半给大爷。可这下夫人不高兴了，老大爷前脚刚走，夫人就收拾东西，吵着要回娘家。男人苦劝无果，也便不再拦着他。其实也不想夫人再跟着自己受苦了，就打算放他走。夫人说：“你处处都在为别人着想，从来不为家里做打算，跟着你呀，迟早得饿死。”天上的观音看见这一幕，被男人善良的品格打动，于是便化作凡人来到人间。他先是试探了萧郎中的医术，萧郎中一下子就诊出了观音所画的商人非同凡人。观音见萧郎中医术高明，便赠送给他100两纹银，让他开一家药铺，济世救人。萧郎中刚开始想要拒绝，但听到济世救人后，便欣然收下了。萧郎中刚送走观音，在门口又看到了一个晕倒的书生，他二话没说，便让邻居将书生抬进了屋，然后又拿出银子给隔壁小伙，让他帮忙去买些吃的。你与他素不相识，何必管他呢？哎呀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！很快，老萧便用观音给他的银子开了间药铺，一时间风光无比。而他的丈母娘听说这消息后，赶忙就告诉了自己的闺女，萧夫人也立马赶了回来。好你个小人堂啊！你不说富裕了就去接我吗？萧郎中连忙给夫人赔了罪，然后将她请进了屋。萧夫人刚回到家，就看见此前晕倒在门外的书生正坐在屋里读书。得知嫂夫人回来后，书生表示感谢后就要离开。临别时，老萧还给了他些银两。刚送走书生，萧夫人又不高兴了，指责他把银子送给一个外人。你还指望他报答你不成？他呀，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。老萧则又跟着夫人说起来大道理，见老萧堂堂一个大善人，居然娶了个这样的老婆，天上的龙女都看不下去了。观音表示有容乃大，这正是萧仁堂的难得之处。接着，观音算出萧仁堂有难，那么观音菩萨会如何帮他渡过难关呢？这个我们下期再说。